时隔1年，和我撞名的机器人 Neo 又来做菜了。这次要挑战的是从零开始制作意大利面，给大家挑几个片段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次有没有什么进步。看起来还不错是吧？但是这些看似惊艳的操作，依旧不是机器人自主操作，而是幕后工作人员戴着 VR 眼镜一步步控制着完成的，包括期间的语音对话等互动。如果真的要是让 Neo 自主运行，别说做菜了，围裙都系不上。实际上全程看下来，我只能说 Neo 干活太糙了，哪怕是有真人在实时控制，却依然干不好往菜里撒盐、撒糖这些有手就行的基础操作，每次必定会有东西撒出来。说实话，这还真比不上玩厨房玩具的5岁小朋友，更别说替代其他家用厨房电器了。拿烤面包举例 ，Neo 一通操作猛如虎，最后烤出来的效果怎么样？被烤面包机吊打。就连 Neo 的官网都在说，在做饭方面，机器人实际上最多提供个菜谱和打扫工作。但要我说，真忙是一丁点都帮不上，只会越帮越忙，最多就站旁边当个调料架，提供下情绪价值。可以说，在通用性和智能化方面没有看到丝毫进步。但和去年不同的是，今年的 Neo 是真的要拿出来卖了，2万美元一台，预计2026年出货。这就拿出来卖了，是谁给的勇气？你听我给你说 ，Neo 现在是真的谁买谁冤种。讲真啊，与其说是在销售产品，不如说销售大家对人形机器人的幻想。在官方宣传片中 ，Neo 是个无所不能的家务管家。实际上，在整个片子中，只有迈着蹒跚的步伐开门和拿杯子2个场景是 Neo 自主完成的，其他所有镜头都用上了远程控制。就算是自主行动没整好，那要是把远程控制玩明白了也行，是吧？可现实是，哪怕是在远程控制下 ，Neo 同学也干不利索活，叠个毛衣2分钟，往洗碗机放仨餐具5分钟，全程慢慢悠悠，但是哆哆嗦嗦。最后的结果不能说完美吧，也可以说是勉强完成了。活干不利索，但不影响他还挺费人。在华尔街报道中提到，这个 Neo 同学充电还无法自主完成，需要人来操作，干一会儿还会过热，需要扒皮吹风散热。虽然机器人厂家说用户拿到手的机器人会改善这些问题，但是不是画饼就得到时再说了。所以我不禁要问，这真的会是一个好用的机器人管家吗？整体看下来，这不就是花钱当冤种，请了一个太奶回家吗？这还没完，除了性能表现，隐私安全同样让人担忧。Neo 还打算走特斯拉的老路，使用用户的素材进行训练。CEO 还直言，只要用户买了机器人，就算是默认厂家使用它的数据进行训练了。多提一嘴，特斯拉 FSD 收集数据最多也就看个行进路线，可 Neo 即将进入的是用户的客厅和卧室，他能看到的只有隐私和更重要的隐私。虽然厂家承诺会在软件层面给人打码，用户也可以随便在 App 端删数据，而上传到云端的数据只使用训练，所有员工也无法查看到。但是只要你的数据传上去了，那就是薛定谔的隐私了。而且哪怕是一些基础的操作，比如扫地、吸尘，甚至遛狗，就有可能需要操作员线下到你家对机器人进行操作训练，而这个训练视频至少就有操作员和经理2个人能看到。那这算不算员工看到用户的隐私呢？看完 Neo 的做菜视频，我更加坚定了之前的想法，人形机器人想要在通用场景落地，依旧有很长的路要走。无论是人形机器人的双足运动、灵巧手，还有 AI 控制，每个单独的技术都不足以支撑它的商业化落地，拼在一起难度只会指数级翻倍。所以作为同行，我们走了另一条路，做真有用的机器人。目前我们家的机器人就已经在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超6万台，在很多大家熟知的场景，比如美国麦当劳、泰国的商超和越南的地铁，都能看到我们家机器人的身影。反观这位 Neo 同学，我给大家盘一盘，落地到家就要14万元，充电、部件磨损、替换要钱，续航4小时，干活拖沓还老帮倒忙。就算 Neo 会经常性的摔个杯子打个碗，你还不敢教育他，打坏了又得花钱修。根据国内的价格，家政上门打扫按40元一次算，一台机器人的价格可以顶3500次打扫，哪怕阿姨全年无休每天来一趟，都能来打扫10年。这么个全自动惹祸机，2万美刀，你觉得划算吗？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想法。